嗨，大家好，我是 Wells， 好久不见，欢迎回到极客逻辑。今天的视频要从3月份的一条留言说起。曲阜师范大学，这个 ID 我一眼就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了。看了下地图，从我这里到曲阜的路径大约7个小时，还可以接受，那就利用五一假期出发吧。一上高速，我就发现我严重低估了五一的路况，各种花式堵车，花了5个小时才过了长江。晚上8点，开了13个小时都没有出省，先在徐州住一晚吧。既来之则安之，第二天登上云龙山俯瞰徐州景色，在淮海战役纪念馆学习了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后，接着踏上了去曲阜的路程。第二天的路况好太多了，一路畅通，终于来到了目的地曲阜。每个中国人都听到过这句话，包括当时远在美国讲学的华罗庚先生。听说新中国成立后，华先生立刻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国，辗转从香港回到了北京，负责筹建中科院数学研究所。1952年7月1日，数学所正式成立。在当年的工作总结中，华罗庚就已经明确了计算机是数学所的重要研究方向。他从清华大学物色了明乃大、夏培素、王传英3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组建了一支年轻的开垦队。中国第一个计算机3人小组正式成立了。1956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制定了1956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将计算技术的建立列为57项重大科技任务之一，而计算技术、半导体、自动化技术、无线电电子学作为4项紧急措施是重中之重。同时，中科院计算所也开始筹建。当年9月，我国派出明乃大为团长的高级专家考察团赴苏联深入考察计算机的研发、制造、教学、应用以及相关技术，参观了当时苏联最先进的 BESM 计算机，并重点学习了 M20 计算机。苏联科学院计算所的列别杰夫院士亲自组织，请各研究室负责人一一介绍他们的研究工作，并对中科院计算所的筹建工作提出了十分具体的书面建议。回国后，计算所筹委会认为仿制已经成熟的计算机更加稳妥，于是计算所在租用的西苑旅社客房里宣布 M3 工程组成立。在明乃大的领导下，莫根生担任组长，张子昌担任副组长。1957年11月，第一批 M3 图纸运抵北京，筹委会与738厂签订了试制合同。1958年3月，738厂开始组装 M3 机。8月1日，计算机顺利启动运行，为建军节献礼。M3 的中国版被命名为103机，又叫81机。8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向全国群众告知了这一喜讯，从此中国有了计算机。
如今唯一完整的103机被保存在曲阜师范大学的中国教师博物馆内，它静静地伫立在那，欢迎着每一位来访的客人，用自己沧桑斑驳的面孔讲述着60多年来中国计算的历史。在了解103机之前，先看一下它的原型 M3 计算机的架构吧。M3 计算机的主要核心包含了运算器和程序发送器，存储器则是起到现代计算机中的内存的作用。此外，还有电传打字机等输入输出设备。103机的架构和 M3 几乎是一样的。曲师大的103机是一台中期质量改进型 DGS-1 计算机，由6个机柜组成。最左边的机柜是输入输出柜，负责管理输入输出设备。在操作面板左侧，现在钉着一块光秃秃的铝板。根据历史照片，这里原本应该是一台磁带机。同时，输入输出柜还能外接电传打字机打印运行的结果，可以通过操作面板来控制输入输出设备的工作模式。最大的这个机柜是计算柜，里边包含了运算器和程序发送器等核心组件。机柜的上半部分是运算器，可以对30位二进制数进行运算，中间则是一块巨大的控制面板，可以进行程序的输入、调试和运行等操作。旁边的2个机柜都是存储柜，相当于现代计算机的内存。左侧的是磁芯存储，它能将运算速度提升到每秒1500次。柜子上半部分是存储控制电路，中间是一个巨大的 CX1 型磁芯阵列，由一排纵向插着的磁芯板组成，容量为2K 字。磁芯存储利用电磁感应来存储信息。学过中学物理的朋友都知道，电流会产生磁场。如果我们在一个环形磁芯中穿过一根导线，把逆时针磁场定义为数据0，当导线中电流产生的磁场与磁芯磁场一致时，不会产生任何的变化。而当电流方向相反且电流强度达到一定程度时，会使磁芯磁场翻转，这样就产生了数据1。如果我们在磁芯中穿过2根导线，分别作为控制线和感应线，控制线中的电流产生的磁场方向与磁芯磁场一致时，感应线中没有任何反应。而当磁芯磁场发生翻转时，感应线中会产生一个微弱的感生电流。通过这个特性，可以读取磁芯存储中存储的数据。所以，聪明的科学家把磁芯组成一个阵列，把控制线分成纵向和横向的2组，每组中只通过能改变磁场的1/2强度的电流，这样就可以精确地选中矩阵中的某一个磁芯。读取时，如果没有感应电流，则表示数据和预设值一致；如果有感应电流，则和预设值相反，然后再将正确的数值重新写回磁芯。磁芯存储柜的右侧是103机的磁鼓存储柜，磁鼓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由738厂生产定型的。第5个机柜是电源柜，为整台103机提供了电源输出。有趣的是，这台103机的电源控制面板上左上角的表盘是苏联制造的，底色依旧很白，而其他国产的仪表都已经微微泛黄。最右侧的机柜是制冷柜，贴有企鹅牌商标，具体的规格和参数暂时没有查到。它通过顶部的送风管为其余机柜送风冷却。103机整机约有800个电子管，2000个氧化铜二极管，1万个组容元件，全机约有1万个接触点和5万个焊接点。在生产工艺落后的新中国初期，由738厂工人手工打造，堪称是当年的科技奇迹。从曲阜回来后，我就想着如何来复刻一台103机。我在博物馆拍了几百张照片，用卷尺量了整机的尺寸，先用软件来建模看看尺寸有没有问题吧。103机占地差不多有40平方米，实在太大，家里太小，复刻的话就按1:10的比例来制作吧。738厂的工人是纯手工打造了103机的外壳。为了致敬，我这次也选择不通过现代 3D 打印技术，用纯手工来制作模型。
用木头搭好框架后，就可以用雪浮板来制作外壳了。面板的外框和散热孔细节也用纸板做出来。好了，可以把柜体外壳和框架拼装起来了。接下来要制作机柜顶部的送风管。管件比较长，需要拼接。把拼接缝预留在管件每一节的收口处，就能巧妙地遮挡了。最后用补土填一下比较大的缝隙，打磨一下就能喷漆了。机体内部的电路过于复杂，用打印机打印细节照片，然后粘在内档的雪浮板上，这样效果应该不错。给控制面板粘上仪表盘，贴上制冷柜的企鹅牌商标，挂上103机的名牌。这就是我国的第一台计算机。对于复刻，除了外观，更重要的是赋予它生命，产生互动。Computer 103项目做了现代硬件复现，但并不完善。我联系了项目发起人徐泽凡同学，决定一起来重构完善这个项目。对于103机使用的众多古老的国产电子管，这次我们用指甲盖大小的纯国产 FPGA 芯片来实现。FPGA 芯片可以很方便的编程定义，以实现103机所有的逻辑功能。当然，首先得把完整的电路设计出来。开始吧。给电路板加上一个新103机的 logo， 感觉气质立刻就不一样了。实物电路板到手，黑色的板子，质感非常不错。这次元件数量较多，我定制了一张钢网，希望焊接起来可以方便一些。
FPGA 的60 pin 板对板连接器银胶很密，有连息的情况，手工修补一下。板子做完了，徐泽凡同学也在百忙之中完成了代码的编写，用开发板下载到芯片中吧。比较可惜的是，由于模型比例太小，这些信号灯没有办法在模型的准确位置展现，只能将 PCB 固定在模型背面使用了。家电测试一下，没有问题，准确地显示了计算器 C 中的预设数值。接下来制作电源部分，用2颗18650电池安装到电源柜中来给整机供电。顺便把电源柜面板改造一下。要能够产生互动，就必须要有输入输出设备。如何模拟磁带机和电传打字机呢？我用555芯片设计了一个将磁带音频信号转为电频信号的模块，来给103机做输入。买了一个热敏小票打印机来模拟电传打字机，给它也喷个漆，颜色统一一下。硬件都准备完成了，接下来给103机写段程序。我也许是第一个在 VS Code 中给103机写程序的人。另外，我也写了一段程序，能把103机的源代码转换成音频信号。这段代码会生成一个 WAV 文件，这样就能很方便地将103机程序源代码转录到磁带上了。来吧，把这一切都连接起来，开始测试。把103机设置成外部输入模式。代码成功输入进来了。103启动。这数字是什么意思？看着有点眼熟。啊，怎么还有？我懂了，你呢？103机是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代计算机，在中国计算机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为我国的计算机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103机共生产了49台，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核武器、航天、航空、军工、勘探、电子等多项计算。同时，在计算机教育方面，103机为清华、南京大学、北航、复旦、曲师大等学校培养专业学生和教师数千人。以此为开端，1961年，许家福、杨福清等老师编写的我国第一本面向高校的计算机语言教材《程序设计》，让计算机教育在高校中普及。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京景山学校的沙幼伟老师开始在中小学开展计算机教育，培养出了一批批计算机人才。从1983年开始，在小平同志的3个面向和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的指导下，掀起了我国计算机普及教育的高潮，也为21世纪的信息化建设奠定了人才基础。在今天，信息化教育普及开始走向边缘地区，
曾经首开计算机中小学教育的沙有为老师，退休后依然投身于一线，参与烛光义教公益活动，为欠发达地区的同学带去了一堂堂生动的信息普及课程。像沙老师这样一代又一代的计算机人，不断探索进取，为我国的信息事业默默奉献，这正是103精神的传承。我是去师大第一届数学系本科毕业生。毕业考试以后呢，我就留校了。我是在函数论教研组。函数论教研组呢，就是从数学分析、复变函数、识别函数，一直讲到识别函数。上半年有一个学术会议在复旦大学召开，大概是4月份开这个学术会议。开学术会议的时候吧，会下我们交流就说起来了，就说我们吧是凭空，根本没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们也没有计算机。在这时候呢，复旦呢老师和我们交流的时候啊，他就有意想把103G送给我们。我们只是说我们实际困难，但是并没想到要这台计算机，是复旦大学自己提出来。当时特别高兴啊，所以学校里也挺重视。当时学校里马上调，那个小楼盖得很快，这个调了103G，后来我基本上就是计算机专业的课程了。我们那时候没有人我计算机原理、逻辑代数、程序设计、计算方法、数值逼近这些课都讲过。从白茨克医院到方艙医院、阿高医院都讲过。103G引到学校的时候是大家齐忙活，包括有些工人，这个搬运，包括学习系里的老师，因为当时大部分教师都没见过计算机，也都没摸过。说因为大家那时候很热闹，我光记着就是人很多。这2层的小楼，上边是主机房，下边呢是电机，那个输入输出设备那一套外部设备，和办公室。复旦那边也很重视，复旦给俺联系的车派的专车运来的。好像最后我印象很深，就是最后电压。说电压是不是有点问题？把电压稍微调高一点，一下子机器通了，所以大家都很高兴。从73年到75年，调试成功以后一直通着电，我们一直用着。到75年停的电，就是在什么科普工作了、教学工作了、科研工作了。这台103G吧，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作用。由于我们有了这台103G，可以说在同类学校当中，我们系里计算机教育是走在前列的。当时中学都觉得计算机是高精尖的东西，摸不着、看不见的。我们的学生呢，他起码看见了，起码摸了，所以他就觉着给他们准备条件。我对这个103G吧就特别有感情。